小姐，您现在拥有全京城最大的茶园，是京城最有钱的茶商，姑爷知道后定然会很开心的。只要景轩能前程似锦，我做的这些都不算什么。如今他终于高中归来，我终于可以把一切告诉他了。我本为锦华郡主，3年前为躲避与蒙国世子的和亲，在母后和哥哥的帮助下逃到了乡下。遇到了正在被殴打的萧景恒，让你投钱，让你投钱，我打死你这个小偷！别打了，我母亲去世急需用钱下葬，我走投无路才偷的钱，我日后一定会还上的。住手！他偷的钱我来还，这些够不够？够，多谢小姐。这些钱给你，回去好生安葬你的母亲。你年轻力壮，有很多自由的活意可以干，不要与人为奴。小姐心善，愿意出钱帮小生安葬母亲，小生无以为报，愿侍奉左右，供小姐差遣。从那之后，萧景恒就帮着我打理茶园生意，除此之外，还刻苦读书，想借科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久而久之，我与他日久生情。夫人，姑爷回来了，高中进士已经进城了，满城百姓都在围观呢。新科进士游街了！听说这位萧进士年纪轻轻就中了2甲，前途无量啊！这马上坐的女子是谁？难道是萧进士的夫人？小姐，姑爷马上怎么坐着别的女人？萧景恒，他是谁？知微啊，正好，省得我回家宣布了。这位是苏婉儿，南疆茶商苏家独女，也是我的红颜知己。红颜知己？萧景恒，你什么意思？我要与你和离。你说什么？我现在高中进士，你已配不上我，我们好聚好散吧。好聚好散。这3年来，我花费万贯家财，动用了各种人脉送你进京科考，你就这样报答我？恩情我记得，但那是你自愿的。如今我高中进士，天子门生，你一个连父母亲身份都说不出口的茶园妇人，怎配得上我？萧景恒，当年你不过是赵财主家最低贱的仆人，是我们家小姐花钱替你赎身供你读书，如今你高中了却要和离，还有没有良心？沈知微花的银子我认，但那是他自愿的，我又没逼他。如今我高中进士，沈知微这3年花的每1两银子都换回了100倍1000倍的荣耀，这是他祖坟冒青烟的福报。你强词夺理！我家小姐3年青春3年心血，你用一句投资想打发了？不然呢？我难道要因为这3年就搭上我一辈子前程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再说他常年劳作不懂风雅，成亲3年也没能为我萧家添丁，怎比上婉儿善解人意、温柔体贴？我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萧景恒，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与我和离？看见了吗？国子监荐书，礼部侍郎亲笔推荐，吾日我就要入国子监担任经学伯父。从今日起，我与你再无瓜葛。你若有自知之明，就乖乖签了和离书；若是不识抬举，又如何？那就别怪我休了你。到时候你沈知微就是被夫家解除婚约的女子，满京城都会知道你3年无所出，留不住男人的丑事儿。知微，京城那种富贵地方，处处都要花钱打点，你能不能给我支些钱，我好先宴请一下国子监的老师们？应该的，是我考虑不周了。来，喝，今晚不醉不归。郡主，以上所说乃卑职亲眼所见，绝无虚言。景恒初入京城，人生地不熟，那些监生们平日就喜欢去烟花场所聚会，他若不跟着，是会被孤立的。小姐，您这是在骗自己。景英只是暂时被京城的繁华迷了眼，等他在京城占领主人，本以为是出于迷而不染，原来真的只是看上了我的钱。我早该意识到，
你笑什么？我笑你拿着我替你赎回的卖身契，骑着我给你买的马，靠着我供你考的功名，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休妻，那又怎么样？沈之卫，我告诉你，你我之间情分已尽，不要再纠缠我了。拿你的纸笔一用，银子算我的。诸位乡亲做个见证，今日不是他萧景恒和离，而是我沈之威休夫。什么？休夫？女人休男人？稀罕事儿啊！自古以来只听说男人休女人，今日竟反过来了。沈之威，你敢休我？怎么不敢？今有赘婿萧景恒，高中之日即弃糟糠之妻，我沈之威便写下休夫书，与他断绝夫妻之情。我如今是天子门生，礼部侍郎高祖，我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乡村野妇，你凭什么休我？凭什么？凭你萧景恒浑身上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挣的。我用血汗钱供出一个进士，你应当跪下磕头谢谢我才对。沈之威，你不要太过分了。萧景恒，你配不上我，从来都配不上。这3年的银子，就当我喂了狗。沈之威，你给我站住！谁敢暗算本官？萧进是好大的威风，欺负一个女人，也配叫天子门生？你是何人？为何要替沈之威出头？我是你一辈子都高攀不上的，感谢沈之威吧。如果不是因为他，你这辈子连见我面的机会都没有。沈之威，当年你逃了与本王的和亲，竟转头就跟这个人渣成亲，本王倒要看看这件事你要如何收场。听说了吗？今日大雍第一茶商沈氏茶行的沈当家要亲自前来国子监商谈修建藏书楼之事。可不是嘛，连祭酒大人都得亲自迎接，这位沈当家的分量可想而知。听闻沈氏茶行掌控大英半数茶路，连宫中贡茶都要从他手中采买，生意做到这个份上，便是王公贵族都要给3分薄面。沈氏茶行，一个满身铜皱的商贾妇人罢了，士农工商，商为最末，也配让祭酒亲自迎接。萧博士今日气色真好，恭喜高升。不过是经学博士罢了，不值一提。不过，京城首富的茶商，银子倒是实打实的。若能借他攀上什么高枝，我的前程何止一个经学博士？诸位，今日沈当家驾临，乃国子监之荣耀，尔等不可失了礼数。是，萧大夫教训的是。萧大夫果然有远见，不愧是经学博士。萧大夫，您说这沈当家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做到大应第一茶商之位的人物，岂是你我能揣测的？好好表现便是。一个卖茶的妇人有什么好揣测的？无非是有几个臭钱。不过今日且放下身段，看他能不能为我所用。萧博士说的是。诸位安静，沈当家即刻便到，都打起精神来，不可有失礼之术。沈当家要来了，走去看看。是靖南王世子，世子，他怎么会来国子监？莫不是来迎接沈氏茶行当家的？沈当家到了吗？回世子，尚未到。那本世子且在此等候片刻。这沈氏茶行的当家究竟是何方神人，竟能让世子殿下屈尊等候？我早就说了，这沈当家来头不小，连世子都要给3分面子。看来咱们今日得好好表现，若能被沈当家看上眼，前程无量啊！世子亲自迎接，
一个卖茶的商妇，何德何能？这沈氏茶行当家的分量，看来比我想的要重。不过也好，世子对他这般看重，说明此人必有可利用之处。我且先巴结着，若能借他攀上世子这根高枝，岂不美哉？来了，来了，都站好了，那就是沈氏茶行的马车，好生气派。沈氏茶行的当家竟然是女子，而且还这般年轻。别看了，小心失礼。虽然我与知微从小一起长大，但是已经3年没见了，不知他是否还能认出本世子来。好久不见。世子有礼。这声音，这身形，是沈知微。不会的，沈知微被我当众休弃，此刻定然躲在家里痛哭流涕，怎会出现在此？她不过是个乡下妇人，怎么可能是沈氏茶行的当家？不管了，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跟这位沈当家搞好关系，若能得他青睐，助我升官发财，岂不是天大的好事？这位想必就是沈氏茶行的沈当家，下官国子监经学博士萧景恒，有失远迎，还请沈当家恕罪。倒是挺会献殷勤。沈当家，明伦堂内已备好了茶，请随本世子入内。有劳世子。世子对沈当家这般殷勤，关系不一般啊！你没看世子那眼神，温柔的都快滴出水来了。我从来没见过世子这般模样。这沈当家究竟是什么来头，竟能让靖南王世子如此温柔以待？放眼京城，谁见过世子这般殷勤？这女人究竟什么来头？一个商贾妇人，满身铜臭，竟能让世子对她另眼相看。沈当家，滚！世子殿下。沈当家，一个跳梁小丑罢了，不必理会。世子身份尊贵，不必如此客气。身份尊贵，沈当家说笑了。在本世子眼中，什么身份尊贵都不及沈当家一分。本世子心悦你已久，只是从前你尚有家室，本世子不敢逾矩。如今你刚与那人和离，重获自由，不如试着考虑一下本世子。什么？世子竟然当众表白？世子心悦沈当家已久，这是何等惊天消息！听闻沈当家刚与丈夫和离，世子这是要趁虚而入啊！什么趁虚而入？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和离？这沈氏茶行的当家也刚与丈夫和离，怎么会那么巧？不会的，她不过是个后宅妇人罢了，怎么可能是茶行的当家？她哪有这个本事？一个卑贱的商贾之女，不过是个钱袋子罢了。我暂且放下身段巴结她，若能借她攀上世子这棵大树，何愁前程？沈当家气质非凡，风采卓然，下官今日得见真容，实乃三生有幸。这大英第一茶商之位，沈当家做的和当之无愧。不像下官家中那个弃妇，粗鄙无能，面目可憎，成日里就知道缠着下官要银子，简直下作至极。沈当家您是不知道，下官那个前妻不仅耗尽下官家财，还擅赌成性，见不得下官与任何女子说话，简直是泼妇中的泼妇。与沈当家您这般神仙人物相比，她简直就是云泥之别。不，她连泥都算不上，她就是一团烂泥。闭嘴！世子殿下，您这是……萧景恒，本世子活了20多年，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你当众诋毁自己的发妻，还说得如此洋洋得意，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世子殿下有所不知，下官那个前妻确实上不得台面啊。这萧景恒真是软饭硬吃，不知好歹，竟还有脸当众诋毁之位。本世子若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哪还有脸在这里大放厥词说这些？原来世子殿下也觉得家里有个妻妇丢人，想钻地洞。我若表现得对前妻有情有义，世子定会觉得我虚伪。世子殿下，您不知道，下官那个前妻不仅蠢笨如猪，而且成婚3年无所出，简直就是女子中的耻辱。这萧景恒好生无耻，他那个妻子的事儿我略有耳闻，
明明是他靠人家赎身供养，如今反倒说成人家依附于他。如今被下官休弃，他定是躲在家中以泪洗面，哭天喊地呢。这种女人，离了男人一天都活不下去。沈当家，您也是经商之人，最是精明不过，定能体会下官的苦衷。娶到一个只会花钱纠缠的妇人，简直是家门不幸。这位大人对自己的发妻，倒是刻薄的很。非是在下刻薄，实在是那弃妇不堪入目。在下若早些遇见像沈当家这般的人物，也不至于被那恶妇耽误3年。祭酒大人，沈当家请讲。国子监修藏书楼，沈氏茶行原打算捐银3万两，贡茶100斤以助文教。但既然今年招到的人都这般粗鄙，那这3万两和100斤贡茶，我便捐给翰林院了，免得日后落人画饼，说沈氏茶行竟与这种安扎之地做生意。沈当家息怒，沈当家息怒啊！既如此，祭酒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才对我们最有利吧？下官明白。来人，把这个萧景恒给我拖走，扔得越远越好。祭酒大人，祭酒大人这是何意？下官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错？你当众羞辱自己的发妻，辱我国子监门风，本官定向圣上禀明原因。这经学大夫的职位要重新招人。什么？罢免？祭酒大人，下官只是说了一个弃妇罢了，何至于此？弃妇？你口中的弃妇，好歹也曾是你的结发妻子。你连自己的发妻都能如此羞辱，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放开我！我是经学博士，我是天子门生，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祭酒大人，您听我说，我那前妻真的是个恶妇，我说的话没有任何污蔑的成分，请祭酒明鉴。沈当家，沈当家，您听下官解释啊！下官对您一片忠心啊！沈当家，沈当家，您听下官解释啊！下官对您忠心耿耿啊！知微，莫要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知微，世子叫他知微，这沈氏茶行的当家怎么和那个黄脸婆同名？偏偏也叫知微，偏偏也刚合了你。沈知微，怎么会是你？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粗鄙妇人，怎么可能是沈氏茶行的当家？放肆！沈氏茶行的沈当家，岂容你在这里胡乱诋毁？祭酒大人，您别被他骗了，她就是个农村妇人，连字都认不全，怎么可能是大庸第一茶商？这茶行是我靠一双手一片茶园打拼出来的，你说凭什么？萧景恒，本世子今日算是开了眼了。你一个靠吃软饭上京的男人，倒有脸说知微不配。世子殿下，你一定是被她蒙蔽了。这女人最会装可怜博同情，当年她就是靠这副嘴脸骗了我3年。好一个她骗了你！你扪心自问，如果不是知微用3年时间花钱供你科考，你如何能有今天的成就？那又怎样？她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能供出一个进士，那是她祖坟冒青烟的福气。大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沈知微，你别以为你散尽家财收买世子的技巧就能吓到我，我是不可能回头娶你的，你死心吧！你值得我家小姐散尽家财骗你吗？萧景恒，睁大你的狗眼看看，站在你面前的确实是沈氏茶行总当家沈大当家，还不快行礼！闭嘴！你一个小小丫鬟也敢对新科进士指手画脚，真是活腻了！沈知微，你竟然敢打我！怎么，打不得？你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你无父无母无家无族，谁知道你是从哪个山沟里爬出来的脏东西？你以为你雇一帮人陪你演戏，我就会怕你？你以为你戴个帷帽坐辆马车就成了人上人？做梦！大胆狂徒，竟敢对沈大当家无礼！老夫皇商总会赵元启，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在沈大当家面前大放厥词？老夫纵横商界40年，今日算是开了眼了。
一个从8品的小官，也敢对大印第一茶商指手画脚？志威，你可真舍得下血本啊！雇了这么多老东西来陪你演戏，你们一个个穿的人模狗样，说到底不就是这个贱人花钱雇来的吗？等我击穿了这个骗局，定要让你们全部下狱！无知小儿，你可知道老夫每年给朝廷缴多少税银？你一个从8品的经学博士，也配让老夫下狱？缴税那又怎样？士农工商，商排最末，你们再有钱，也不过是低贱的商贾。萧大人好大的威风，连皇商总会的几位元老都不放在眼里。你自以为多读了几天圣贤书就高人一等了？什么皇商总会的元老，不过是几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罢了。真以为我会被你们蒙骗吗？何人在此喧哗？参见李太守。发生何事了？此人当众羞辱沈大当家，口出狂言，辱我国子监门风，请太守大人明断。沈大当家受惊了。太守大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商人行礼？放肆！沈知微执掌天下茶路商贸，宫中贡茶皆出自沈氏茶行。沈大当家每年上缴国库税银逾100万两，岂是你能随便诋毁的？不可能！沈大当家的身份，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方才辱骂他，辱骂皇商总会元老，就是在打圣上的脸。完了，这下完了，我闯了大祸，只有沈知微能救我了。知微，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鬼迷心窍。看在咱们3年夫妻的情分上，你饶了我吧！我不想丢掉经学博士之位，我不能没有前程啊！萧景恒，3年夫妻的情分，在你当街休我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你亲手掐断了。来人，把萧大人请出去。国子监乃读书圣地，容不下这等肮脏东西。不，知微，你不能这样对我！沈知微，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景恒哥哥，你回来了，怎么样？见到沈当家了吗？见到了，全都见到了。那太好了，景勋哥哥一定给沈当家留下好印象了吧？好个屁！那个沈当家就是沈知微。什么？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沈氏茶行的当家？我也想知道，一个被我亲手休了的贱人，一个乡下种茶的粗鄙妇人，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印第一茶商，简直可笑！他不过是个低贱的商人，凭什么在我面前高高在上？凭什么让世子和太守都给他撑腰？凭什么？坏了，如果萧景恒因为沈知微得罪了世子，我还怎么借助他进士的身份往上爬？景恒哥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想知道怎么办。他以为他赢了吗？做梦！他不过是个卖茶的，有什么了不起？景恒哥哥，你的意思是？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我要让他从云端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婉儿，你爹不是南疆最大的茶商吗？3日后不是万国茶会吗？对啊，万国茶会，到时候各国使节、京城名流都会到场。她一个来历不明的野女人，有什么资格执掌天下茶路？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沈知微不过是个靠手段上位的贱人。景恒哥哥，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婉儿，你爹在南疆茶行经营多年，人脉广布，只要我们想办法让他的茶出点问题，到时候各国使节喝了他的茶出了事，他这个大印第一茶商肯定就当不下去了。没错，沈知微，你毁了我的前程，我就要在众人面前彻底毁了你的名声。郡主已经查清楚了，说萧景瀛与苏婉儿密谋，要在3日后万国茶会上对沈氏茶行的茶动手脚。苏婉儿买通了茶会负责运送茶具的杂役，打算在沈氏茶行所用的茶壶内壁涂抹一种南疆特有的醉仙草汁。醉仙草汁那是什么东西？此物无色无味，遇热茶则释放毒性，饮后1盏茶功夫便会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严重者还会昏迷不醒。他们好狠毒的心肠！万国茶会上各国使节都在，若是喝了咱们的茶出了事，小姐您不仅名声尽毁，恐怕还要被问罪。万国茶会，各国使节齐聚，我若出了事，丢的是整个大印的脸面。郡主，要不要卑诗先下手为强，把那个杂役给
不必。小姐，难道就这么算了？既然他们想玩，那我就陪他们玩个大的。将计就计，让他们以为自己成功了。小姐的意思是让他们把毒下进去，我自有办法应对。郡主，这太冒险了。放心，醉仙草汁我有所耳闻，此物遇金银则可解。明日你去准备一批银丝茶绿，每个茶壶配一个，就说是沈氏献给茶会的贺礼。小姐英明，茶汤过银丝茶绿，毒性自解，他们还以为自己得手了。卑职明白，卑职这就去安排。萧景恒，这一次我要让你彻底明白，你以为傲的那点小聪明，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小姐，我看到萧景恒和苏婉儿了，他们在南疆苏家茶庵那边，一直往咱们这边看。让他们看。婉儿，那个杂役确定把药下进去了？景然哥哥放心，我爹亲自安排的人，万无一失。等会儿出了事，我看他还怎么得意。少爷，那个萧景恒会不会捣乱啊？那不是更好玩吗？我倒要看看他沈之威还能不能化险为夷。之威今日一人主持茶会，萧景恒那小人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本世子必须守在他身边。不必，本世子今日不饮茶。万国茶会正式开始，请大邑第一茶商沈氏献茶。今日献上武夷山大红袍，一年仅产8两，号称茶中之王。第一泡喜茶唤醒眼骨，第二泡方显花香。大人请。好茶，入口醇厚，回甘如泉。沈当家果然名不虚传。快了，马上就该发作了。沈当家，这第3泡比第2泡还要醇厚。老夫走南闯北多年，从未喝过如此好茶。是啊，沈当家，您这茶艺堪称一绝。各位大人谬赞，小女只不过是在投机取巧罢了，技法远不及各位大人。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发作？那个杂役呢？让他过来。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人。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明明说好的，他亲口保证万无一失。你这个废物！你不是说你爹亲自安排的人吗？人呢？景恒哥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爹找的什么人？连这点事都办不好。景英哥哥，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杂役明明拿了银子派了胸脯的。诸位使节，今日之威还有一事要向大家说明。方才有人在我的茶具中下了毒。什么？下毒？那我们岂不是……各位大人请放心，我提前在茶里放了解药，你们不会有事的。什么？这贱人竟早就猜到里面被动了手脚。沈当家，此言当真？可查到是何人所为？执事大人请看，这银壶内壁被人涂抹了南疆特有的醉仙草汁，遇热即溶，无色无味，饮后一盏茶功夫便会中毒。来人，给我查！执事大人不必费心，我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苏婉儿，你爹是南疆最大的茶商，你从小就熟悉各种毒草，这醉仙草汁，想必你比我更清楚。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沈之威，你少血口喷人！你说是婉儿下的毒，证据呢？萧大人好大的口气，你是以什么身份替他说话的？我记得你好像已经被国子监罢免了吧？你，萧景恒，之威用得着血口喷人？他手里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狡辩？世子殿下，您怎么会在这里？哼，难道本世子去哪里还需要向你报备吗？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之威，莫怕，证据确凿，容不得他抵赖。本世子在此，谅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多谢世子。少爷，这沈当家好厉害，3言2语就把那对狗男女逼到墙角了。还没完呢，他既然敢当众揭穿，手里一定还有后手。诸位请看，这就是被苏婉儿收买的杂役，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各位大人饶命！是苏小姐给了我500两银子，让我在沈当家的茶壶里抹醉仙草汁，小人一时糊涂，求大人开恩啊！血口喷人，我没有！一定是你收了沈之威的钱来诬陷婉儿的。说，他给了你多少银子？萧大人别急，我这里还有一封信，是你写给苏婉儿父亲，信中详细商量了下毒的计划，需要我当众念出来吗？不可能，绝对是伪造的。你随便拿封信出来就想栽赃我吗？简直愚蠢至极！婉儿亲戚，烦请转告令父，3日后凑万国茶会，
务必让那杂役将醉仙草汁抹在沈氏茶行的茶壶内。事成之后，沈知微身败名裂，我萧景恒必有重刑。这东西是你伪造的，我从未写过这样的信。伪造？这信纸上可有你的私章，我们报官找人对比一番便知真假。景恒哥哥，怎么办？沈知微，算你狠！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做梦！我萧景恒绝对不会向你低头的。我需要你低头吗？你早就不配让我多看一眼。你少在这里装清高，等着瞧！我萧景恒早晚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到时候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放肆！敢对知微不敬！来人，把这个狂妄之徒给我拿下！放开我！我是新科进士，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毒害使节，罪同叛国，你这进士的头衔等着被褫夺吧！沈知微，你记住今天，我日后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沈知微，你这个毒妇，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今日茶会之上，沈当家不仅化解了下毒危机，还当众揭穿了萧景恒与苏婉儿的阴谋。实在令在下佩服。阁下客气，不过是自保罢了，不值一提。沈当家且慢，在下谢然，乃北疆茶商，久闻沈氏茶行大名，今日特来结交，不知可否赏脸共饮一杯？谢老板好意心领，只是知微今日疲乏，不便久留，改日再说吧。小姐，那位谢老板看起来气度不凡，不像是普通商人，您怎么……气度不凡的人多了去了，我哪有功夫如意应付？有趣。真是有趣，他越是无视我，我便越要让他记住我。少爷的意思是，阿九，若是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倒在他家门口，他会不会心软收敛？少爷，您要用苦肉计，您可是一国之王，这也太什么？太丢人了！丢人？本王连和亲都被他逃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丢人的？说的也是。沈之兄，你越是躲着本王，本王就越是要往你身边凑，乱你分寸。小姐，小姐，门外倒了一个人，浑身是血。翠柳，掌灯，随我去看看。小姐，深更半夜的，万一有诈怎么办？有诈，别让他有来无回。天哪，这么多血！是他。万国茶会上那个自称谢然的商人，还有气，抬进去，请大夫来。小姐，此人身份不明，万一是什么歹人？他今日在茶会上并未对我有恶意，今夜倒在我沈府门前，我岂能见死不救？抬进去，快！是。这位公子只是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好生将养几日便可痊愈。大夫，您确定他没事？那满身的血……老夫行医30年，这点伤还是看得准的，伤口已经处理过了。今晚若是不发热，明日便能清醒。既无大碍，便让他在这里歇一晚吧。翠柳，宋大夫。是，白天刚在万国茶会上见过面，晚上便昏死在了沈府门口。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许人也。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无情。醒了就别装了。多谢沈当家救命之恩。大夫说你都是皮外伤，没有大碍。喝了粥歇一歇就回去吧。哎呦，沈当家，不是在下不想走，实在是，哎呦，这胸口疼得厉害，腿也疼，浑身都疼。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说走就疼上了？在下可能伤到骨头了，一动就钻心的疼。大夫说了，没有伤到骨头。许是大夫没看出来，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疼。沈当家，您就算不信，我也没办法证明啊。下午我让家丁送你走。沈当家，沈当家，在下真的走不了啊！我家小姐最讨厌别人耍心眼了，您最好是真疼。沈知微，本王就赖着不走，我就不信这颗心是石头做的。老爷，大典的银两都已经送到师爷手中了，府尹大人那边也递了话，只要缴纳罚金，写下悔过书，就能把小姐和萧景恒带出去。哼，萧景恒明明保证万无一失，结果被人家当场揭穿，简直蠢笨如猪。以后要禁止婉儿再跟他接触了。苏员外，一切都办妥了，只是丑话先说在前头，若二人再敢惹是生非，定要从严处置。有劳师爷提点，麻烦了。爹，你终于来救我们了，女儿在牢里快要吓死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沈知微身败名裂，苏家独占大义茶路，你说你计划周全，万无一失，结果呢？苏老爷，这次是我大意了，没想到沈知微那个贱人竟然如此阴险。阴险？是你自己蠢，连个女人都斗不过，
你还想当什么大官，做什么大事？我苏某人纵横商界30余年，从未翻过船，结果第一次听你的，就栽了个天大的砖头。万国茶会上各国使节都在，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爹，您别打了，景航哥哥知道错了。还有你，我当初就不同意你跟这个废物搅在一起，非说他有前程有大作为，结果呢，一个连女人都斗不过的废物，你指望他能给你诰命夫人，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爹，女儿知错了。知错晚了，这个废物我苏家不认。来人，把小姐带回去。至于这个废物，让他自生自灭。爹，不要，你不能不管景航哥哥呀！我管他，他害得我苏家茶行被查封，南疆商路全断，我还要管他？爹，您若是不救景航哥哥，女儿今天就死给您看！婉儿，你疯了！把簪子放下！爹，景航哥哥不过是一时困顿，日后定有大作为。您今日若是弃他于不顾，就是弃女儿于不顾。这个傻女人居然为了我以死相逼！爹，你答不答应？老爷，老爷，你这个逆女，为了这个废物，你连爹都不要了！爹，女儿求您了。好，我苏某人生了一个好女儿啊！为了一个男人，连爹的命都不要了，放人，让他们走！我苏某人从今往后没有这个女儿。老爷，老爷，快扶老爷回府！景航哥哥，没事了，我们可以走了。婉儿，你何必？景航哥哥，婉儿此生只认定你一人，无论如何，婉儿都会陪在你身边。婉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沈之威那个贱人加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迟早会加倍奉还。景航哥哥，婉儿有个主意。什么主意？我们成亲。成亲？对，成亲要让沈之威那个贱人知道，他从始至终都是被厌弃的那个。他越是想毁了你，我们就越要过得好给他看。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拿什么娶你？景恒哥哥，婉儿不在乎这些，婉儿手里还有一些私房钱，虽然不多，但办一场简朴的婚礼足够了。婉儿，委屈你了。不委屈，只要能嫁给景恒哥哥，婉儿什么都不委屈。3日之后便是黄道吉日，我要亲自上门给沈之威送上请帖。谢公子，该喝药了。有劳沈姑娘。谢公子好胆量，这药苦得很，寻常人都要捏着鼻子才能灌下去。战场上受的伤比这苦千百倍，区区一碗药算什么？战场？谢公子不是茶商吗？怎会上过战场？沈姑娘有所不知，我们北疆地处边境，常有蛮族侵扰，但凡有几分血性的男儿，都上过战场保家卫国。原来如此。谢公子受伤那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会浑身是血倒在我沈府门前？实不相瞒，在下是被人追杀。追杀？我在北疆做茶叶生意，不小心得罪了一个大户，那人便派人一路追杀我到京城。那日我拼死逃出来，实在跑不动了，才倒在贵府门前。此话半真半假，既然他有难言之隐，那我也不便多问，只能吩咐暗卫暂时好好保护他了。谢公子安心在府中养伤，只要在我沈府一日，便无人能伤你。沈姑娘大恩，谢某铭记于心，日后定当报答。不必言报答，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位姑娘，你没有拜帖，不能进去。你瞎了狗眼，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苏婉儿，南疆苏家的大小姐，我来给你们家小姐送喜帖，你也敢来？我去看看。我也去。你的伤……不妨事，已经好利索了。走吧。何人在我沈府门前喧哗？沈之威，我是来给你送喜帖的。喜帖
3日后，我和景寒哥哥要在京城最好的酒楼成亲，特邀请你来观礼。说起来，你也曾是景寒哥哥的妻子，如今看着他另娶佳人，心里是不是很不是滋味？像你这样粗鄙无依的女子，终究留住良人。你休要胡言乱语！若不是我家小姐好心收留萧景恒，他如今还只是街头一个穷酸乞丐。你们忘恩负义，还有脸来挑衅？收留不过是他自作多情罢了。景恒哥哥如今步步高升，虽然暂时丢了官职，但有我苏家扶持，将来必定前程似锦。反观你，坐拥万贯家财，却终究是个被休妻的弃妇，上不得台面。苏小姐，他萧景深能有今日，全靠沈当家3年倾力相助，不知感恩，转头另娶也就罢了，竟还纵容新妻上门羞辱恩人，这般行径，着实令人不齿啊！这男人是谁？好生俊朗，可偏要替沈之薇这个贱人说话。我与沈之薇之间的事与你何干？你哪来的回哪去？路见不平，自然要说上几句。苏府乃是南疆知名茶商，本该重礼义之廉士，如今却纵容儿女行此无德之事，若是传扬出去，我懒得与你们争辩。喜帖我送到了，3日后婚礼，沈之薇你可别不敢来。真是自取其辱，明明是他们理亏，还敢上门挑衅。如此热闹的场面，我怎能缺席？替我备一份厚礼，3日后一同带去苏府。苏婉儿与萧景恒居心不良，婚礼之上必定还会算计，你还要执意前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3年的付出，总得有个了结。他们想当众羞辱我，那我便当众清算旧账，看看最后究竟是谁颜面扫地。恭喜萧公子，贺喜萧公子，今日大喜，双喜临门啊！听说苏小姐可是南疆苏家的独女，这嫁妆少说也得10万两起步。苏婉儿为了我，不惜以死相逼他爹来参加婚礼。沈之薇啊，沈之薇，你以为你能毁了我？真是痴心妄想。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沈大当家吗？我还以为你只是嘴上说说，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敢来。一个被休弃的弃妇，跑来前夫和新欢的婚礼上讨酒喝。沈之薇，你的脸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了？弃妇？什么弃妇？这个就是沈氏茶行的沈大当家。听闻他与萧公子有过3年夫妻情分。沈大当家？哦不，应该叫你萧家弃妇才对。景航哥哥，你也太心善了，明明知道他不要脸，还请他来做什么？婉儿，这可不怪我，喜帖是你亲自送的，我哪知道他真的会来。沈之薇，你是不是脑子坏掉？萧景恒休了你，另娶佳人，你竟然还跑上门来，是嫌我给你的羞辱还不够吗？既然你们盛情相邀，我岂有不来之意？盛情相邀？你该不会以为送请帖是看得起你？婉儿给你送请帖，是想让你亲眼看看你究竟有多不堪。萧公子，大喜之日，说话客气些。你又是哪根葱？我教训我的弃妇，轮得到你插嘴？这男人究竟是谁？不仅容貌绝佳，还气度不凡。若是他能看上我就好了，我何苦靠萧景恒上位？我身边的这位是做生意的谢公子，听闻今日有喜酒喝，便想着来讨一杯。好一杯喜酒！各位，这位就是我萧景恒的前妻沈之薇。今日她赏脸来喝我的喜酒，你们说我该不该请她上座啊？原来她就是萧公子的前妻啊！被休了还来参加前夫婚礼，确实有点儿。沈之薇，你看看，今日是我大喜之日，你穿得一身素白，是在诅咒我吗？景轩哥哥，他哪是诅咒你？他怕是没心情买像样的衣裳穿吧？毕竟被休了，哪还有脸打扮自己？只能穿这些破烂。没关系，让他骂。婉儿，你这话就不对了，人家沈大当家是故意的，故意穿成这样来恶心咱们的。沈之薇，3年夫妻，我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恶毒呢？3年夫妻，我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无耻？说什么？各位都看到了吧？沈之薇这个女人，就是被休了之后不甘心，跑来闹事来了。景轩哥哥好心放你一马，你却恩将苦报，处处与我们作对，如今竟跑来我们的婚礼上当众挑衅。是啊，被休了就该安安分分的，跑来闹。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沈之薇，你说你是不是后悔？是不是看到婉儿比你年轻，比你温柔，比你体贴，你心里很不是滋味？萧景深，你说完了吗？什么？我说你羞辱完了吗？他沈之薇凭什么是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我对他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羞辱？我这才刚刚开始呢。各位乡亲，你们可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可笑？
成亲3年，他也没能为我萧家生下一儿半女，3年无所出啊！这种情况放在任何人家都是难以接受的。我萧景恒休了那是天经地义。就是成亲3年无所出，还好意思出来抛头露面，真是不知廉耻。沈之薇，你看看你那张脸，面色枯黄，皮肤粗糙，双手长满老茧，哪有一点女人的样子？你再看看婉儿，肤如凝脂，唇若樱桃，十指纤纤，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模样。不急。哟，还想动手啊？各位乡亲看看，沈之薇刚被休了几天，就和别的男人走得这么近，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也配在这里跟我叫板？沈大当家，我看你也别装清高了，你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谁知道你那些银子是怎么来的？说不定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吗？你胡说！我家小姐和任何人都清清白白。清白？一个连出身都不敢说清楚的人，也配说清白？对，来路不明的人，沈之薇一直隐瞒身世，谁知道你背后藏着什么秘密？没有良好家教的人就是没教养。你以为你穿上绫罗绸缎就不是乡下妇人了？你以为你戴个面纱坐辆马车就金贵了？你再敢多说一句，我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你敢？今日是我大喜之日，你敢动手，我让你走不出这醉仙楼。谢公子，不必为这种人生气。萧景恒，你羞辱完了，现在该我了。萧景恒，3年光阴，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读书科考，共计花银53527两。我们来现场清算一下吧。什么5万两？这萧景恒不是说自己家境殷实吗？怎么欠沈当家这么多钱？你血口喷人！我何曾花过你那么多银子？萧大人贵人多忘事。翠柳，念：第1年赎身银1000两，文房四宝52两，进京路费及食宿180两，拜师礼200两。第2年国子监拜师礼200两，宴请童谣350两，置办新衣配饰120两。第3年够了，闭嘴！沈之薇，你带个破账本就来闹事，分明是嫉妒我嫁给景恒哥哥。嫉妒？苏小姐，我沈之薇坐拥大英半数茶路，每年缴国库税银逾100万两，我会嫉妒你捡走一个我扔掉的废物？沈之薇，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没有爹娘管教的野种就是没教养。再说一句，沈之薇就是个无父无母的野种，野种！就是一个连出身都说不清的野女人，也配在这里大放厥词？沈之薇就是个野种，没有爹娘的野种。被我说中了，被我说中了吧？各位乡亲都看到，沈之薇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野种，她没有爹娘，没有家人，什么都没有。皇后娘娘驾到，太子殿下驾到。皇后、太子，他们怎么会来？草民参见皇后娘娘，参见太子殿下。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太子殿下千岁。母后，皇兄，他们怎么会来？知薇，本宫的知薇。妹妹，是皇兄来迟了。儿臣参见母后，参见皇兄。母后，皇兄，傻孩子，你还行什么礼？本宫是你的母后啊！母后，您和皇兄怎么会来？本宫若是不来，还不知道本宫的女儿在这京城竟被人欺负成这副模样。女儿，沈大当家是皇后娘娘的女儿。那沈大当家岂不是多年前了无音讯的锦华郡主？锦华郡主，不可能，不可能！她明明是个乡下妇人，怎么会是郡主？郡主，她竟然是郡主！都抬起头来，让本宫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欺辱本宫的锦华郡主。沈之薇真的是大英的锦华郡主，皇后娘娘的亲女儿。不可能，她明明只是个乡下种茶的妇人，怎么会是郡主？郡主，沈之柔是大元公主。方才本宫在门外听得真切，是谁满口污言秽语，辱骂本宫女儿无父无母，没有教养？草民不知沈大当家是郡主殿下。不知？你若知道，便不骂了吗？草民有罪，草民罪该万死，求娘娘饶命！知薇，本宫和你皇兄若再不来，本宫的女儿就要在这帮人渣手中受尽欺凌了。母后，皇兄，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薇儿，你隐于民间3年，我们暗中护你周全，本想尊重你的选择，可今日这一幕，我们实在无法坐视不理。知薇，你那茶园生意能做这么大，多亏母后暗中相助。如今这帮人欺人太甚，本宫若再不出面，
还要这母后的身份做什么？母后，皇兄，郡主，草民有眼无珠，不识郡主金樽玉贵，满口污言秽语，忘恩负义，求皇后娘娘，郡主饶命！你本是落魄流民，我妹妹心善救你性命，倾囊相助，供你科考。哼！可你一朝得志便背信弃义，当众休妻，诋毁皇室成员，所作所为全然背弃圣贤教诲。今日定要依法论罪。来人，属下在。把刚才骂本宫女儿是野种的那个人给本宫拖过来。是。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草民真的不知道沈大当家是郡主，草民有眼不识泰山。本宫问你，你方才说知薇无父无母，没有爹娘管教，是也不是？草民一时糊涂。本宫再问你，你说知薇3年无所出，水性杨花，是也不是？草民嘴贱，草民该死，求娘娘开恩。还有你方才说知薇卖身换银子，来路不明的野女人，是也不是？娘娘饶命，臣女一时鬼迷心窍。皇儿，你说该如何处置？依儿臣之见，萧景恒当众有辱皇室郡主，罪不可救。此人虽已高中进士，但品性低劣，忘恩负义，应当剥夺功名，终生不得入仕。不要，太子殿下开恩啊！非但如此，此人靠沈氏茶行供养3年，高中之后却翻脸无情，另娶他人，其行径令人发指。儿臣以为此人终生不得经商，以示惩戒。草民知错了，草民真的知错了，求你给草民一条活路吧！那个南疆苏家呢？娘娘开恩，娘娘开恩啊！小女一时糊涂，都是受了萧景寒的蛊惑，求娘娘明鉴。蛊惑？本宫看你们苏家倒是配合的天衣无缝，万国茶会上毒害各国使节的主意，也有你苏家一份吧？皇儿，苏家该如何处置？儿臣以为苏家纵女行凶，谋害使节，罪大恶极，苏家全部家产充公，苏哲终生不得再涉足茶行生意。把他们拖下去，别脏了本宫的眼。侍卫，你救救我！看在3年的情分上，都起来吧，今日之事与你们无关，各自散去吧。知薇，让母后好好看看你。3年不见，母后想你想的心都碎了。你看看你，都瘦了，脸色也不如从前好。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母后，儿臣不苦，这些年儿臣把茶行经营得很好，京城最大的茶园就是儿臣的产业。本宫知道你有本事，可你终究是皇家的女儿，是金枝玉叶的郡主，本该在宫中享尽荣华，何苦出来受这些委屈？知薇，你知不知道本宫听说你在京城被一个进士欺负的时候有多生气，恨不得当时带兵过来把那人碎尸万段？皇兄，我自己能处理的。你能处理？都已经被人骑到头上了，还说自己能处理？别说了，知薇这些年在外面已经很苦了，我们不应责备她。不是，皇兄也是因为心疼我。知薇，本宫和你皇兄今日来，除了替你出气，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当年你为了躲避与蒙国世子的和亲，在本宫和你皇兄的帮助下逃出宫外。这3年来，你一直东躲西藏，不敢回宫。傻孩子，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蒙国世子亲自去了皇上面前，说不追究你当年逃婚亲的事情了。什么？世子他不追究了？世子说，当年他也有不妥之处，不该未经你同意便定下这门亲事。他说你既不愿嫁他，他也不愿强人所难。世子他当真这么说？千真万确，父皇也很欣慰，说世子深明大义，不愧是一国储君。知薇，既然世子已经不追究了，你也不必再东躲西藏了。本宫和你父皇商量过了，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回宫，恢复锦华郡主的身份，重新做回大清的公主。知薇，回宫吧，母后这3年来日日以泪洗面，父皇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也是惦记你的。这双手3年来采过茶，拨过算盘，写过账册，早已不是当年宫中那双养尊处优的手了。小姐，回宫吧，别再在外面受苦了。母后，皇兄，儿臣不想回宫。知薇，你说什么？儿臣说，儿臣不想回宫。母后，皇兄，这3年来，儿臣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也收获了很多。儿臣从一片小小的茶园做起，做到了如今大雍第1茶商的位置。这里的每1两银子都是儿臣亲手赚来的。儿臣不想放弃这一切，宫中的荣华富贵固然好，
但那终究是别人给的，而这里的一切是儿臣自己挣来的。知薇，你就忍心丢下母后一个人在宫中？母后，儿臣不是丢下您，儿臣只是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您常说女子不该只做笼中的金丝雀，也该有展翅高飞的权利。儿臣如今做到了，您不该为儿臣高兴吗？本宫的女儿真的长大了。知薇，皇兄支持你，你说的对，自己的人生就该自己做主。好，既然你心意已决，本宫也不勉强你，只是你要答应母后常回宫看看，莫要让母后等太久。儿臣遵命。翠柳，你跟在知薇身边3年，忠心耿耿，本宫甚是欣慰。回头本宫让内务府给你重新安排份例，不会亏待了你。奴婢谢娘娘恩典。谢公子，草民在，本宫的女儿就拜托你多照看了。娘娘放心，草民定当尽心竭力。你母后很疼你。是啊，从小到大，母后最是疼我。沈姑娘，你当真不想回宫吗？锦华郡主的身份可比一个茶商尊贵多了。谢公子，你觉得尊贵是什么？是金枝玉叶的身份，还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我在这3年里明白了，真正的尊贵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靠身份得来的尊重是虚假的，靠自己双手挣来的尊重才是真的。沈姑娘这番话令在下佩服。谢公子谬赞。沈姑娘，有件事在下一直很好奇。谢公子请说。你当年为何要逃婚？谢公子为何突然问这个？只是在下觉得能被皇上亲自选中和亲的郡主，对方必然也不是凡夫俗子。沈姑娘为何宁愿放弃郡主的身份，也要逃离那场婚事？谢公子可知道和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国结盟，天下太平。意味着我要嫁给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去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过一辈子被人安排好的生活。我从小在宫中长大，看着母后虽然贵为一国之母，却终日被困在那座深宫之中。我不想重蹈母后的覆辙，我不想被人掌控一生，我不想成为一个政治交易的筹码，我想选择自己的人生，想选择自己真正爱的人。所以我宁可放弃郡主的身份，做一个普通的茶商，也要守住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沈姑娘，你真的很特别。特别？在下见过很多女子，有大家闺秀，有名门千金，她们个个知书达理，温婉贤淑，可她们的人生都是被人安排好的。像沈姑娘这般敢于挣脱命运束缚的女子，在下还是第一次见。谢公子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在下是真心佩服。沈姑娘，你能为了自由放弃郡主的身份，这份勇气和魄力，世间少有人及。我从他的语气听不出任何恭维，他说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沈姑娘，你方才说你想选择自己真正爱的人成亲，是，怎么了？那在下想问问，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沈姑娘的选择？至少要一个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的人，要一个尊重我选择的人，要一个真心待我的人。沈姑娘的要求不算高，但能做到的人怕是也不多。所以我还是安心做我的沈大当家吧，缘分强求不得。沈知薇，3年前你不愿嫁我，是因为你不想被人掌控。那如今，本王便用真心待你，让你心甘情愿地选择本王。谢公子，你的伤早就好了，为何还不走？沈当家，不是在下不想走，实在是无处可去。什么意思？追杀我的人还在京城四处搜寻，我若出去被他们抓到，必死无疑。谢公子，您这伤都好利索了，还拿这个当借口呢？翠柳姑娘此言差矣，那些人盯了我半月有余，岂会轻易离去？谢公子，你想赖到什么时候？沈当家何必急着赶人？在下虽没什么大本事，但煮茶跑腿还是可以的，就当一个免费的伙计，不好吗？再留3日，3日后必须离开。多谢沈当家收留。小姐，那个谢公子明显是在赖着不走，您怎么还答应他？他虽油嘴滑舌，但确实没做过害我的事。可他来历不明，万一……放心吧，安危一直在暗中盯着他，我有分寸。好香啊！沈当家亲自下厨。谢公子起得倒是早，闻到了茶香便睡不着了。谢公子，您这伤都好利索了，怎么还在我家白吃白喝？翠柳姑娘这话就不对了，
我这不是还在避风头吗？避风头避了7、8日了，猪都能出栏了。翠柳，去给谢公子盛碗粥。哦，沈当家，你这茶行的生意遍布大印，可曾想过往北疆拓展？北疆路途遥远，且局势不稳，暂时没这个打算。北疆虽远，但茶叶稀缺，若能打通那条商路，利润可观。谢公子对北疆似乎很了解，毕竟是做茶叶生意的，各地行情总要了解一些。夜深了，喝杯茶提提神。多谢。沈当家每日如此辛劳，当真让人佩服。习惯了。沈当家，你一个人支撑这么大的家业，可曾想过找个人一同分担？谢公子这话什么意思？我想说，像沈当家这样的女子，不该一个人扛下所有。谢公子还是说些正经的吧。既然沈当家不喜欢听，那我还是不自讨没趣了。沈当家早些休息。殿下，属下有要事禀报。说，南疆蛮族近日有异动，似乎在集结兵力。知道了，继续盯着，有消息立刻来报。是。谢公子，今日怎么看起来有些没精神？沈当家，在下恐怕要离开了。追杀你的人走了？不是，是家中出了急事，必须回去处理。那便走吧。沈当家就这么急着赶我走？谢公子自己说家中有急事，怎么倒成我赶你了？可我不想走。公子，真的不能再耽搁了。沈当家，我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这是我随身之物，留给沈当家做个念想。若日后有事，持此玉佩到北疆谢氏商号，自会有人相助。谢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玉佩太过贵重，我不能收。沈当家救我一命，区区一块玉佩算什么？沈知微，我谢然以性命担保，我们还会再见的。谢公子一路保重。这不就是之前那个忘恩负义的萧景莹吗？被剥夺功名，进了经商，如今竟然沦到乞讨的地步，真是自作自受。当初靠着沈大当家飞黄腾达，转头就羞辱恩人，还敢辱骂郡主，落得这般下场，也是活该。沈知微，若不是你，我如今依旧是风光无限的经学伯父，坐拥美人和家财，何至于像现在这般猪狗不如？我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景恒哥哥，我可算找到你了。婉儿，你怎么出来了？你父亲不是将你禁足府中了吗？我爹家产被全部充公，终日卧病在床，将我锁在院内不许出门。我趁着下人不备，偷偷翻越墙跑出来的。如今我们二人都落到这般境地，全都拜沈知微所赐。景翰哥哥，我们不能就这么认输，一定要想办法报复他。只是如今我们一无所有，无权无势，如何能撼动他？京城闲散流民众多，只要拿出银两，就能让他们帮我们办事。只要将沈知微逃婚，盟国因此即将攻打本国的谣言传开。只要谣言传开，全城百姓都会记恨沈知微。一旦百姓被煽动，就算他是郡主也难以收场。到时候我们坐收渔利，看他如何应对。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城郊找那些常年混迹街头的乞丐聊。诸位收下银两，帮我们传播一则消息，事成之后另有重赏。姑娘尽管吩咐。我们在京城混迹多年，传话跑腿最是擅长，只要银子到位，别说传话，就算聚众造势，我们也愿意做。3年前，大印与北疆定下和亲，锦华郡主沈知微私自逃婚，惹怒北疆王室。如今北疆世子暗中滞留京城，北疆已经联合周边敌对国家整军备战，即将南下攻打大印。两国交战的根源就是沈知微一人。没想到堂堂郡主竟为了一己私欲，连累全城百姓。我们这就去各处散播消息，保证半日之内传遍京城每一个角落。等消息传开，全城人心惶惶，所有人都会把战火的罪责算在沈知微头上。不止如此，百姓恐慌到极致，必然会聚集到神府讨要说法，到时候场面混乱，就算皇后太子出面，也无法轻易平息。他沈知微向来看重名声，如今被全城百姓唾骂，等同于身败名裂。听说了吗？北疆又打过来了。都是因为那个沈氏茶行的沈当家，他当年逃了北疆世子的婚事。那女人也太自私了，为了她自己要害死咱们全城人吗？不能任由她胡作非为，我们一起去沈府，让她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小姐，大事不好，全城散播谣言，称您逃婚引发北疆开战，大批百姓正朝着沈府赶来闹事。郡主，城中百姓已经聚集在府门外，人数众多，场面已经失控了。小姐，不如立刻派人入宫，禀报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请皇室出面解围。不必，如今谣言盛行，一味依靠皇室，反而会坐实流言。我亲自出去澄清真相，传令府中家丁严守大门，
不许与百姓发生争执冲突，以安抚为主。你隐匿在人群周边，找出散播谣言的主谋。是。小姐，门外百姓情绪激动，您千万小心。我心中有数，百姓只是被谣言蒙蔽，并非真心与我为敌。只要讲清事实，众人自然会冷静下来。我陪您一同出去。出来了，沈之威出来了！你这个祸水，还有脸出来？诸位，你们说我逃婚惹怒了北疆，可有证据？满城都在传，还能有假？满城都在传便是真的吗？我问你们，你们可曾亲眼看到北疆的兵马？可曾收到官府的告示？什么都没有，仅凭几句谣言就来我沈府门前闹事，你们就不怕被人当枪使？可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不代表就是真相。我沈之威在此立誓，若北疆真因我逃婚而攻打大晕，我愿一力承担所有责任。但若这些只是谣言，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又该如何收场？我家小姐是锦华郡主皇后娘娘的亲女儿，若北疆真要攻打大殷，皇后娘娘岂会不知？岂会坐视不理？别听他的，他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们冲进去！我看谁敢！这是什么人？好大的排场！本王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本王的人。本王？他自称本王，他是王爷。你是王爷？之威，对不起，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就是北疆王谢灵渊。什么？谢公子就是北疆王？北疆王，你就是当年要与我和亲的那个人？是。王爷千岁！王爷千岁！本王在此宣布，北疆与大庸永结同盟，绝无战事。今日城中谣言，乃奸人故意散播，意图挑拨两国关系，陷害锦华君主。本王已命人追查谣言源头，一旦查实，严惩不贷。你们若再聚众闹事，以叛国罪论处。王爷饶命！草民也是被人蒙蔽，草民再也不敢了。都散了吧。你骗了我。之威，我不是有意瞒你，我只是……你只是在试探我，还是觉得我沈之威不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是，我只是怕你知道我是北疆王之后，会躲着我，会排斥我。所以你就装成一个普通的茶商，在我府上白吃白喝半个多月。沈当家，你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沈府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谢王爷，好自为之。本王活了20多年，还是第一次被人关在门外。殿下，要不咱们先回驿馆？不，本王就在这里等着，等他消气。殿下，您可是一国储君啊，就这么站在人家门口？闭嘴！沈之威，当年你逃了我的和亲，如今我追到你家门口，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你逃了。小姐，那位谢公子不，北疆王爷还在门外站着呢。让他站着。小姐，他好歹也是一国之王，这么站在门口，传出去不太好听吧？他骗了我这么久，我让他站一会儿怎么了？可是小姐，他刚才确实帮了大忙，要不是他出面，那些百姓还不知道要怎么闹呢。我知道他帮了我，但他不该骗我。郡主，散布谣言的幕后主使查到了。谁？萧景恒和苏婉儿。果然是他们。这两个人怎么阴魂不散？都被剥夺功名，抄了家产，还不消停？他们收买了城郊的乞丐，在城中各处散播谣言，煽动百姓闹事。人在哪里？卑职已经派人盯着了，随时可以抓捕。不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让他们再多蹦跶2天，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是。小姐，那门口的北疆王，让他进来吧。之威，你终于肯见我了。谢王爷有何贵干？我来跟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就这些？还有，我想告诉你，3年前和亲的事，是我主动向大晕皇帝提的。什么？当年我在北疆听闻大殷锦华郡主才貌双全，聪慧过人，便心生倾慕，主动提出和亲。只是我没想到，你为了逃婚，宁愿隐姓埋名做个小茶商。所以你这次来京城是为了找我？是，也不是。
我来京城，一方面是为了找你，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北疆与大雍的商贸往来。找我做什么？找你逃婚的未婚妻算账？我只是想看看，那个宁可放弃郡主身份也不愿嫁给我的女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看到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千百倍。谢王爷还是说正事吧。萧景航和苏婉儿散播谣言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要不要我派人把他们抓起来？不必，我自有安排。那我陪你。不用。我偏要。谢林渊，你怎么这么赖皮？当年你逃了我的和亲，如今我赖上你了，公平。这位北疆王爷脸皮可真厚啊！景轩哥哥，事情好像闹大了。我听说北疆王亲自出面澄清谣言了。北疆王，他怎么会在京城？不知道，但现在满城百姓都知道我们是在散播谣言了，那些乞丐也都被抓起来了。既然谣言不行，那就来硬的。什么意思？直接动手，把沈之威绑了。绑架郡主，这可是死罪！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好，我听你的。可是我们哪来的人手？我认识一伙亡命之徒，只要给钱，什么都敢干。钱？我们哪还有钱？这是我最后的积蓄了，本来想留作退路，现在看来，只能赌一把了。萧公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刀疤哥，我有笔生意想跟你谈。哦，什么生意？帮我绑一个人。绑谁？沈氏茶行的沈当家。你疯了！那可是锦华郡主、皇后娘娘的亲女儿。10万两，事成之后给你10万两银子，够你带着兄弟们远走高飞了。风险太大了，万一被抓，富贵险中求。刀疤哥，你不会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吧？好，老子干了！不过银子要先付一半。这是5万两，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什么时候动手？3日后，沈之威会去城东的茶园巡视，那里偏僻，方便动手。成交。沈之威，这一次我要让你彻底消失。郡主，萧景恒有新动作了。说，他收买了一伙亡命之徒，打算3日后在城东茶园对郡主下手。他倒是不死心。郡主，要不要卑职提前动手，把他们一网打尽？不急，让他们来。郡主的意思是？将计就计，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萧景恒彻底翻不了身。你去安排一下，3日后我要在茶园设个局。是。等等，郡主还有何吩咐？这件事不要告诉谢灵瑶。北疆王那边，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不需要他插手。卑职明白了。萧景恒，既然你自己找死，那我就成全他。殿下，有消息了。说。萧景恒收买了一伙匪徒，打算3日后在城东茶园对沈当家下手。找死！殿下，要不要我们先下手？不，沈之威那个性子，肯定想自己解决。如果我贸然插手，他会更生气。那殿下的意思是，你亲自带人暗中保护，不要让他发现，等关键时刻再出手。属下明白。沈之威，既然你想自己处理，那我便暗中护你周全。小姐，您今天怎么只带了这么几个人？够了。等会儿听我号令，一起冲出去，抓了人就跑。大哥，那个沈当家身边好像没几个人。那更好，省事儿。动手！有刺客！沈大当家，乖乖跟我们走，免得受皮肉之苦。你们是什么人？
谁派你们来？这你就别管了，反正有人花了大价钱要你的命，带走。你们这点人就想绑我？什么意思？中计了，兄弟们，拼了！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管你是谁，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的。不说没关系，等到了府衙，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小姐，您早就知道有人要对您下手。萧景恒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那萧景恒人呢？他很快就会自己送上门来的。景琛哥哥，刀疤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事了吧？不会的，刀疤哥是道上出了名的高手，绑个女人而已，不会出岔子。萧公子，大事不好！刀疤哥他们被抓住了！什么？沈志威早有准备，他埋伏了几十个暗卫，我们一动手就被包围了。完了，全完了！景恒哥哥，我们快跑吧！要是被抓到，我们就死定了。对，跑！我们快跑！萧景恒、苏婉儿，你们涉嫌绑架郡主，散播谣言，罪大恶极，奉郡主之命捉拿归案。不，你们不能抓我！我是新科进士，我是天子门生。新科进士，你的功名早就被剥夺了，现在你只是一个阶下囚。沈志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听说你今天在茶园遇袭了，消息倒是灵通。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你早就知道萧景恒要动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过，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沈志威，你就这么不信任我？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只是不想事事都依赖别人。可我想保护你。我知道，但我不需要。志威，我知道你习惯了一个人扛着所有事，但你能不能偶尔让我陪在你身边？谢林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我欠你的。欠我什么？欠你一个自由的选择。3年前，和亲是我提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欠你一次选择的机会。现在，我想问你，沈志威，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光明正当的追求你？看来我太着急了。萧景恒的事还没处理完，我没心思想这些。好，那我等你。等我什么？等你处理完所有事，给我一个答案。你就这么有把握我会答应？没有把握，但我愿意等。随你吧。他没有直接拒绝，说明有戏。别高兴太早，我只是说随你，没说答应。我知道，但至少你没有赶我走。谢林渊，你真是我见过最赖皮的人。多谢夸奖。我说的是赖皮，不是夸奖。在我听来就是夸奖。懒得理你。沈志威，你逃不掉的。萧景恒、苏婉儿，你们2人散播谣言，煽动百姓造势，意图谋害郡主，人证物证俱在，可还有话说？大人，草民只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求大人开恩啊！草民知错了，再也不敢了。大人饶命！都是萧景恒的主意，是他指使我去找那些流浪汉的，与我无关啊！我也是被逼无奈，求大人明鉴。当初是谁说要做我的妻子的？如今一出事就把责任全推给我，你还有没有良心？本来就是你的主意，是你说是要报复沈志威的，我只是听从你的安排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够了！公堂之上还敢互相推诿，成何体统？来人，给我掌嘴！世子殿下、郡主殿下，依大运律法，散播谣言、煽动闹事者，当杖责50，流放3000里。若情节严重，危害社稷者，罪加一等。
府尹大人秉公执法即可，不必留情。我不要，我不想被流放，流放3000里那是生不如死啊！只为你救救我，看在3年的情分上，我求你了。萧景恒，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今日之果，皆是你自己种下的因，你好自为之吧。来人，用冷水把他泼醒！这等恶毒妇人还想装晕逃过刑罚，做梦！萧景恒、苏婉儿，你们2人罪大恶极，以大云律例，杖责50，流放北疆苦寒之地，永世不得回京。来人，行刑！完了，全完了！我萧景恒一生抱负，寒窗苦读10余载，就这样化为乌有了。沈之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我死不瞑目！北疆，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去了就是死路一条啊！大人开恩啊！我父亲是南疆苏哲，家中有的是银子，只要大人放了我们，我父亲就有重谢。苏哲他自身难保，家产早已充公，你还指望他来救你？做梦！行刑！3年的夫妻情分，今日才算真正了动。萧景恒，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怪不得我。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再无瓜葛。都怪你！若不是你非要招惹沈之玉，我们怎会落到这般田地？我父亲被你害得倾家荡产、吐血昏厥，我也被你害得流放北疆，让他丧家犬，害人精。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怪我，当初是谁说要做我的妻子，与我同生共死的？是谁以死相逼你父亲来救我的？是谁给我写情诗送香囊的？如今出事了就翻脸不认人，你也是个薄情寡义的贱人，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你，萧景豪，你有空跟我拌嘴，不如想办法出去。我要是有办法出去，我还用得着在这里跟你拌嘴？我父亲在南疆经营多年，还有一些忠心耿的旧部，人数不下30枚，个个都是刀口舔血的好汉。只要我能联系到他们，就能找人救我们出去。救我们出去？你当这些官兵是吃素的？万一被发现了，就是死路一条。我手里还有最后一批私房钱，藏在京城城郊的土地庙里。那些官兵都是见钱眼开的东西，只要给够银子，他们什么都能做。你是说，咱们可以花钱买通他们？不但可以买通他们，还能让他们帮忙传信。只要消息传到赵猛手里，咱们就有救。赵猛是我父亲最信任的手下，对我父亲忠心耿耿。然后呢？救出去之后怎么办？当然是找沈之薇算账。我要让他生不如死，让他跪着求我放过他。君爷，这只金簪价值100两，只要您帮我传一封信到京城秦郊的土地庙，它就是您的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绝不食言。你想传什么信？可别是什么谋反的勾当，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我可不想为了只簪子把命搭进去。君爷放心，绝不是什么谋反之事，只需把这封信放在土地庙的神像后面即可。其他的您不必多问，我苏婉儿以性命担保，绝不会连累君爷。好，我帮你。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有第3个人知道，我饶不了你。君爷放心，我苏婉儿绝不是多嘴之人。婉儿，你信上写了什么？我让我父亲的旧部赵猛带人来救我，然后绑了沈之薇那个贱人，用他来威胁皇后和太子，换取我们的自由。好，这次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小姐，谢公子，吃点桂花糕吧，刚出炉的，可香了。翠柳姑娘的手艺越来越好了，这桂花糕香气扑鼻，色泽诱人，定然美味无比。谢公子谬赞了，是小姐教的好。
小姐说做桂花糕最关键的是火候和糖的比例，差一点都不行，多了太甜，少了又不够香。谢世子，你也该找住处了吧？总赖在我这里算怎么回事？你可是北疆世子，传出去多让人笑话。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我在你府上住得好，吃得好，还能天天见到你。回北疆可就没这神仙待遇了。你是北疆世子，总住在我这里算什么？传出去别人会说闲话的，说我沈知微不知廉耻，勾引北疆世子。那又何妨？本王乐意。谁敢说闲话，我撕了他的嘴。我怎么就遇到你这样的人了？说明你我有缘呀。3年前你逃了我的婚，3年后我又找到了你，这不是缘分是什么？是老天爷都在撮合咱们呢。小姐和谢公子这模样，怎么看都像是一对打情骂俏的小夫妻。看来小姐的良缘到了，希望这次不要再遇人不淑了。郡主，属下有要事禀报。说。属下发现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马正朝京城方向赶来，约20余人，个个手持兵器，面露凶光，来者不善。可知是什么来历？据属下观察，那些人像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他们在京城城郊一带潜伏，迟迟没有进城，不知在打什么主意。20余名亡命之徒，这种规模的队伍，绝非等闲之辈能调动得起。幕后主使必然来头不小。你的意思是？我怀疑是苏婉儿父亲苏哲的人。苏婉儿都被流放了，还要兴风作浪，我当初就不该心软，将她和萧景恒交至官府，应该就地正法。知微，不用担心，有我在，绝不会让他们伤你分毫。阿九，殿下，你立刻带人去查清楚那批人的底细，人数、来历、目的，一样都不能漏。若有异动，立刻汇报，不得延误。是，属下这就去办。知微，这几日你尽量不要出府，一切等阿九查清楚再说。我会加派人手保护沈府，确保万无一失。好，我听你的，但你也要小心。那些亡命之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要大意。难得啊，你竟然也会听我的话，还会关心我，我是不是该感动得热泪盈眶？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知微，我谢林渊就算拼上这条性命，也定会护你周全。我只愿你能一辈子欢乐平安。好，我信你。弟兄们，再往前30里就是京城了。咱们的目标是沈府的沈知微，把他绑了，然后用来交换苏小姐和萧公子。赵大哥，听说那沈知微是郡主，身边有不少高手保护，咱们能得手吗？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怕什么？咱们20多号人，个个都是刀口舔血的好汉，还怕几个护院的家丁？一个女人而已，能有多大本事？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定能马到成功。赵大哥说的对，咱们干完这一票，苏家给了咱们500两银子，够咱们快活大半辈子了。到时候吃香喝辣，妻妾成群，神仙般的日子。那沈知微长得还挺标致，要是能……蠢货，那是郡主，动不得。咱们的任务是绑了他换人质，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若是坏了大事，老子第一个宰了你！殿下，查清楚了，那伙人的头目叫赵某，是苏哲的旧部，受苏婉儿指使来绑架沈姑娘，用来交换萧景恒和苏婉儿的自由。好大的胆子，流放了还不安分，非要找死。果然是他们，我早该想到的。
萧景恒和苏婉儿怎么可能甘心被流放？他们那种人不做到死是不会罢休的。这位，既然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将计就计？对，我们故意放松警惕，让他们以为有机可乘，然后一网打尽，永绝后患。好，就按你说的办，但我要参与计划，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要亲手了结这段恩怨。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冒险。谢然，我沈之薇不是那种躲在男人背后的弱女子，你若不让我参与，我便自己去。这位，我知道你想亲手了结这件事，但绑架之事非同小可，我不能让你冒险。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该如何是好？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但我不能看着你涉险。3年来，我一个人支撑起整个沈氏茶行，什么风浪没见过，什么危险没遇到过。我若是那种胆小怕事之人，早就被这吃人的世道吞得骨头都不剩了。我沈之薇从来就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要假扮成丫鬟，亲眼看着他们上钩。好吧，但你必须答应我，一切按计划行事，不可擅自行动。若有危险，立刻撤退，不许逞强。我答应你。阿九，你带人在沈府周围埋伏，等赵猛他们进来，立刻包围，一个都不能放跑。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是，殿下放心，属下定不辱使命。翠柳，你负责在府内照应，保护好之薇。若有异动，立刻发信号通知我们。谢公子放心，奴婢誓死保护小姐，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小姐受到伤害。萧景恒、苏婉儿，这是你们自找的。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之薇，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你身边，寸步不离。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谢凌渊，这个从一开始就默默守护我的男人，或许我该放下过去的防备，试着相信他，接受他。毕竟，这世上真心待我的人已经不多了。若再错过他，我怕是要后悔一辈子。弟兄们，沈之薇住在东院的厢房里，咱们分3路包抄，务必速战速决。记住，抓活的，死了可就不值钱了。苏小姐要的是活口。不好，有诈！快撤！赵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弟兄们，跟他们拼了！杀出一条血路！沈之薇一定在后院，只要抓住了他，我们就有救了。500两银子就能到手，弟兄们也不会白白牺牲。何人拦我？拿命来！你不是拦路的丫鬟，你就是沈之薇。不错，正是本郡主。你以为自己是受命来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可惜你打错算盘。该死！弟兄们，一起上！杀了这娘们儿，赏银加倍！没想到一个女人竟然有如此高强的武艺，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赵猛，你的手下已经全部落网，你还要继续顽抗吗？你们设下圈套，卑鄙无耻！卑鄙！你们20多个大男人深夜闯入女子府邸，意图绑架，还有脸说我们卑鄙？真是滑天下之大可！就算死，我也要拉你垫背！我赵猛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殿下、郡主全部拿下了，无一漏网，请殿下和郡主发落。
老老实实交代萧景恒和苏婉儿的全部计划，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哼！我赵猛虽然是个粗人，但也知道什么叫忠义。苏家对我有恩，我绝不会出卖苏小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倒是个硬骨头，可惜你的忠义用错了地方，跟错了主子，苏家已经完了。你的忠义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认识这个吗？这是苏哲的贴身玉佩，苏家产业的印玺。你可知苏哲如今是什么下场？什么？家产充公，病卧在床，连请大夫的钱都没有，日子过得连乞丐都不如。老爷他怎么会这样？苏家怎么会？苏婉儿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拿你的性命去冒险，拿你的前途去赌博。你若为他而死，他甚至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这样的主子，值得你为他卖命吗？赵猛，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说出萧景恒和苏婉儿的全部计划。我不仅饶你一命，还可以帮你救治苏哲，让他安度晚年。你若继续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好，我全说，只求你们救救老爷。3日前，我收到苏小姐的密信，她说她和萧景恒被流放，命我带人来京城绑架沈郡主，然后用郡主做人质，威胁皇后和太子释放他们。就这些？苏婉儿还说，若有机会，就把郡主带出京城，卖到西域去做奴隶，让郡主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好毒的妇人！我沈知微与她无冤无仇，她竟如此狠毒。萧景恒说了什么？他不可能不知情。萧景恒说他要让郡主跪在他面前求饶，伪造郡主暗中勾结朝廷大员的证据，让郡主彻底身败名裂，被世人唾弃。好一个颠倒黑白的无耻之徒！我沈知微行得正，坐得端，他萧景恒自己做了亏心事，还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知微，这些人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交给福音处置吧。至于萧景恒和苏婉儿，我自会禀明圣上，让他们罪加一等，永世不得翻身。赵猛，我再问你一件事，苏婉儿和萧景亭现在何处？他们被押往北方流放，估计现在已经过了清源镇。林渊，我要去见他们一面。你疯了！那种地方又远又危险，你去干什么？我要亲自了结这件事，有些话我必须当面说清楚。知微，你确定要去见他们？萧景恒和苏婉儿已经阶下囚，见了也是徒增烦恼，何必呢？这段恩怨拖得太久了，我不想再被他们纠缠。我要当面告诉他们，我沈知微不是好欺负的。好，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会陪你。沈知微，你是来看我的笑话吗？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得意？萧景航，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让我来看笑话吗？在我眼里，你现在连路边一条野狗都不如。沈知微，你赢了，看到我这样，你是不是很开心？你错了，我从未想过要看你的笑话。你落到今天，全是你咎由自取。3年前，我在街头救了你，供你吃穿，供你科考，我不求回报，只求你金榜题名后记得我的好。可你呢？你高中进士的第一件事，就是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羞辱我。可你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件衣，读的每一本书，都是我沈知微给的。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后来你得知我是锦华郡主，又跪在地上求原谅，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知微，我真的知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你的错不在于欺骗我，而在于你骨子里就是自私自利、忘恩负义。这种人是永远不会变的。沈知微，你别得意，你以为谢灵英真的喜欢你吗？她不过是在玩弄你，你早晚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谢灵轩是北疆世子，
他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茶行，为他的王位铺路。等他得到了想要的，你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扔掉。天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苏婉儿，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把感情当成交易？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情。谢凌渊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会判断，不需要你提醒。反倒是你们为了报复我，不惜勾结亡命之徒。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谋逆大罪，株连九族。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回京城了。我不想被诛九族，清香哥哥，你救救我！沈之薇，你来这里就是为了羞辱我们吗？来看我们落魄的样子，然后回去跟别人炫耀。羞辱？萧景恒，你也太高看自己了。我来是想告诉你，赵猛和他的手下已经全部落网，你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不可能！赵猛带了20多个高手，他们都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好手，怎么可能失败？20多个亡命之徒就想绑我，萧景恒，你也太小瞧我沈之薇了。不可能！赵猛是我父亲最得力的手下，他武功高强，手下也都是精锐，他不可能失败的！你在骗我！赵猛确实有些本事，可惜他遇到了知薇，知薇亲自设下圈套擒住了他。不可能，这不可能！知薇，走吧，这种人不值得再浪费时间。萧景恒，苏婉儿，好自为之。知薇，你这是……谢凌渊，你之前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真的？我愿意。你说什么？我说，你不用追求我了，我愿意嫁给你。知薇，你答应了，你竟然答应嫁给我了！放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我不放，我怕一放手你就跑了。我不跑，这次不跑了，真的。知薇，你今天真美。你也很俊。恭喜王爷，恭喜王妃！从今日起，沈之薇就是我北疆的王妃，谁敢对她不敬，就是对本王不敬。是。3年前，我为了自由逃了你的和亲；3年后，我为了你心甘情愿地嫁给你。知薇，这一次你逃不掉了。不逃了，一辈子都不逃了。知薇，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我也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扛。你也是，有什么事都要跟我说，不许再瞒我。好，我答应你。凌渊，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幸福吗？会的，我保证。知薇，谢谢你愿意嫁给我。谢谢你愿意等我。